Hello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好久没有出这种单位啦。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巴托尼亚这个派系。那这个是传奇领主啊，很少使用这种单纯的步行领主，而且还是拿这种单手巨剑这种的。主要是针对对方的步兵会有加成，然后带着破甲伤害。蛮久没有出这种的领主啊，想说试试看。那法师呢，我们选择的是圣女野兽系。那这次呢，也不是那3件套，我们这次换的是坚硬毛皮，然后还有诅咒，再带一个卡唐变形术。卡唐变形术真的很好用，就是能找个地方突然召唤出来，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。那我们这次使用的巴托呢，基本上算是步兵为主啦，步兵单位非常多。那正面前面呢是长毛兵团，就比较便宜、比较廉价的。然后后面呢是步兵团，是那个长戟兵。那这边呢有一队是步战随从精英版本，它也是反大的长戟单位。然后最后面呢是3队的农民弓箭手，那带的都是毒箭，都是会让对方中毒的。然后我们还有带了非常多的巴托头司机啊，但是我不得不讲，巴托的头司机那个命中率真的是非常的不行，我必须这么讲，他命中真的很惨。那多多少少呢，还是要带点骑兵单位啊。我们带的是这个怪物的骑兵单位，皇家角鹰兽骑士。它各面向的数值都非常的好啊，尤其它的武器威力有一半以上都是破甲伤害，这个一个冲锋下去不是开玩笑的哦。然后呢，它也是带着完美体力啊。这种单位就是如果能保留到后期，你会发现它很可怕。因为我们平常在作战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体力会慢慢减少，你的速度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你的速度越慢，你的冲锋加成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哦。那它既然有完美体力，就表示它在残局的时候速度不会下降，速度不会下降意味着它的冲锋加成也是它自己面板数值上面的100%加成哦。这一点，前期来讲感觉没有说有什么差别，但是你打到残局，这个完美体力就会非常明显显示出来。好的，为什么准备这么多反大型的单位呢？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手，这边是食人魔。我们先从领主开始介绍，大金牙。它非常的臃肿啊，这样子啊，基本上食人魔有非常多的单位都是属于大型单位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怪物步兵，或者是怪物什么，反正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感觉。那但是呢，还是要带一些比较特别的。这边带就是所谓的孬精，孬精就是最基础的步兵单位，然后它就是体积算小型，所以就是要用反步兵的方式去解决它。剩下就看到这个像这个食人魔重型武器啊，那它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大型单位怪物步兵啊。食人魔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长这种样子啊。那这边带了2队，然后还有带一队是这个死角兽鱼叉发射器。那射程呢没有到很远，只有250。以弓箭手来讲，这个距离算非常棒啊。如果是以炮兵来讲的话，这个我觉得算不合格。这个射程300以下的我觉得都算不合格炮兵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好，那这边呢也是要带一队骑兵啦，它也是怪物骑兵单位，碾杀者重型武器。看到这个数值各方面加成过后，刚刚比那个鹰角兽这一队还要可怕。鹰角兽这边也才135，那这边获得各种加成过后，已经来到了150以上。
这个很可怕。那后面呢，还是要放一个这种弓箭手单位，铅弹炮手，它的数量没有到很多啊，只有8个而已，但是它的射程是200，以弓箭手来讲算不错，算蛮远的。然后它这边也是破甲伤害，而且单发的攻击力其实也不差，它的远程威力其实也算不错。那我们最后来介绍一下英雄单位屠夫巨口神系，那有带着最主要我觉得是这个它的恢复系法术，这边仔细看一下，每秒是恢复 1.25% 哦，这个算是回非常多的哦。然后它是持续时间是35秒，也就是说，它只要放下去，你可以回超过30%以上的血哦。你的恢复你的血量，它是照百分比，它可以恢复超过30%哦，就可以知道它这个回血比例其实很可怕。如果用在那种单体巨兽身上的话，这一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然后还有带的这个是强化型的法术，带了这2个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了。那刚开始呢，巴托这边准备了4台投石机啊，所以基本上一定要往前冲啊。我们看一下投石机效果，基本上投石机更正，应该说炮兵其实，除非像闪电炮或者是加农炮那种命中率，我觉得真的算不错了。其他的那种像这种抛物线，只要很大的这种东西，通常来讲命中率我都觉得蛮差的。它那个都很会变，除非像吸血鬼海岸的贝斯女王那一种，它的爆炸范围真的太大了。好，这边放了强化法术，护甲加30%，然后远程抗性加22%，那它基本上那些丢过来石头也不用太担心了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就是转移目标去丢孬精啊。通常来讲，不会有人在孬精身上放这种法术啊，太浪费了。好，对方的那个死角兽在追着我方的骑兵单位哦，我们要赶快跑，因为有正面的话，正面下去也是很危险。然后这边一个冲锋长矛兵团直接粉碎了，因为毕竟算是最低阶的长矛兵了，这个被打飞真的是无可厚非的。那这边应该也是那时候很快就被打完了。2队长矛兵上来去贴的，尽可能的贴住对方。然后对方的铅弹炮手也在开始射击哦，我看到我方单位有些受到不少攻击。那骑兵单位先拉开，因为对方有发现对方死角兽不断在找我方的麻烦。哦，法师互削，那我方领主也上去帮忙。哇，这边要赶快拉走哦，这个打着会很危险。然后我们拉了一队长戟兵过来戳他，而且其实他刚刚一直被领主砍屁股，所以其实蛮痛的哦。然后现在换我方领主这边被夹击了，这边要赶快拉开了。那弓箭手呢，在射击对方的骑兵单位哦。骑兵单位，如果你有本事优先处理，最好是优先处理。你让骑兵单位保留到残局，而且血量还很多，你会非常痛苦哦。然后我们这边率先跳下来抓对方的铅弹炮手，因为铅弹炮手这个输出威力其实很可怕，要尽可能赶快先解决掉。那我方角色呢是有着蛮大能力的，所以跟对方打不会，应该是会打赢。然后我们这边领主没有反大型能力，要靠着一大堆的队友帮忙。哇，这个一个冲撞有没有看到？他这个太可怕了，这边直接被打成残废了。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也是蛮吓到，为什么一个转眼过去，然后我方领主直接残废了？那这边要靠那个圣女来帮忙，在旁边帮忙。哦，这边对方大量部队直接过来做一个包夹，这队长戟兵会非常重要。那这边的英雄也是不惜在自己身上放法术跟孬精打了。
其实是可以的。法师等等，法师系的英雄其实没有那么脆弱，对方只是孬精，其实跟他过个几招，其实是问题不大。那我们这边弓箭手呢，也在不断的在集火，因为弓箭手就是这个时候要尽可能去射击对方一些比较高贵目标，或者是比较不好处理的。然后这边孬精过来黏住了长矛兵团，那没差。不过弓箭手被黏住就不行了。我们这边派领主过来，好，先把对方震开，然后冲过去开始斩对方的孬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来个冲锋哦。哦，他们有冲锋工作。哦，不过这一队弓箭手基本上就会没有了，会直接被打残。那领主打对方这个单位其实也不是说很好哦，因为没有反大型加成。好，对方这边又放了一个强化法术，可能就是要抓退我方的领主哦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对方的死角兽其实还活得好好的哦，这个不是好消息。但是看这个目前来讲，我们放慢速度。我方的投石机基本上都绝大多数都还在，弓箭手也还在，代表我方其实还有一战的价值。就是输出单位都还在的话，其实不用那么担心。然后对方这一队孬精也退场，那等下弓箭手可以去开始转头过来这边射击，然后这边硬包把对方的单位直接包退哦，靠着数量优势去把对方给碾压过去。这边为什么后面几乎没有带鹰角兽画面？是因为打完铅弹炮手，结果自己没有操作好，然后后面就直接被打退，所以我后面基本上没有带到他的画面。这边主要就是我方弓箭手其实有打到一些不错的目标啊，像是12魔重型武器，然后铅弹炮手其实也是有抓到，然后一刚开始集火是对方的骑兵单位，对方这个骑兵单位真的不好处理，然后这退我是真的没有能力哦，没有能力去抓退。啊，巴托投石机其实打起来就真是乱七八糟，他的命中率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不 OK。那比跟某些的一些旧炮啦，或是其实某一些那种投石机来讲，我觉得不知道什么，我觉得巴托投石机用起来就是命中率感觉特别差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